你有一种感觉，我想要去了解，但之间不经意触碰，好像触电，让呼吸开始变得特别。我有种直觉，想要告诉全世界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听一把。我真的下不去手啊。那个，你在学校里面一直这么被欺负吗？哦，习惯了。哦，啊，不是，你这么大的个儿，他们天天欺负你啊？而且你遇到事你不要怕呀，在学校里面就告老师，在校外你就告家长，怕什么呢？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。我以前怎么说的？你以前说，不要做让亲人难受、伤心的事儿，别等失去了再追悔莫及。啊，这跟亲人有什么关系啊？今天二凤怎么怪怪的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？他以前也不这样。你也太不靠谱了，这才高中生，我怎么亲得下去？你真要亲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努力了10年，我才演上陈导的电影女主，我可不想再重来一遍。那个沈嘉欣的事情，我了解到了，你想不想听？啊，刚刚还说不靠谱。哎，对不起嘛，我柔姐最靠谱了，跟我说说呗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沈佳琴其实是个私生子，小点声啊，说秘密呢。啊，然后那个一直欺负他的男孩叫做沈志和，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。据说沈佳琴的父亲娶了沈志和的母亲，在沈志和的母亲去世之后，把那个沈佳琴带进了沈志和的家里，并且对外宣布，未来要把家里所有的集团都交给我。那是我妈的公司，你交给他，那是我家的，不是他的。他是你哥，我没这个哥，他就是个野种，根本就不配进这个家门，凭什么还抢夺我妈的东西？平时拍电视剧的剧本都没有这么狗血。难怪那个沈志和一直欺负他。可这说来说去也是大人之间的问题啊，小孩之间为难什么呢？不过也是，他们现在才高中生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想得明白？你俩关系的源头，我也了解了。我跟他还真的有关系啊，但是我怎么就不记得他呢？那个沈佳欣入校之后就跟沈志和打架，也可以说是单方面挨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美丽的学姐出手相助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这个美丽的学姐，就是你。就是我啊！可是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呢？他不会就因为这点小事就爱上我了吧？少年情很难说。老天一定是派我来拯救他的。尹二父，你去哪儿？马上就要上晚自习了。没事。今后一天，美丽都有关联。怎么突然想起你？
是否是某种感应？心情刚好是坏天气，却因你放弃。收到那封你写的信，所有好心情都关于你。你有一种感觉，我想要去了解，看世界。是陷入希望再见。别跑来找我，万一被他们看见了。我算你有种。等着。会不会我能够幸福的早一点？江江，最近没人敢欺负你了吧？给你泡一杯青梅水吧。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都喜欢这么喝水。你怎么也这么喝水啊？这个方法原本就是我教你的。怎么可能啊？这是我之前的一个朋友教我的。你那个朋友叫什么？哎，不对劲，不对劲，不对劲！我到底忘记了什么？二凤，你真不记得我了？我们不是萍水相逢、普通朋友的关系，而是最好的。怎么可能？我高中一个最好的朋友林如不知道，我也不记得。明天放假，这时候金哥肯定在音乐教室练琴。金哥不愧是金哥，只要他在那里，就永远在发光。那时候的我，就因为看了他一眼，就觉得他是我永恒的未来。晚自习又乱跑啊？你不也是吗？趁晚自习出来练琴。那我是为了未来啊。我也是啊。我的未来就是你。好啦，今天就练到这里吧，马上就要比赛了，还有3个月后还得艺考培训。林如，你还是要多照顾身体。又开始疼了。林如和金哥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你都带什么？谢谢啊，多亏了你。阿凤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就是你说的好朋友啊。你好，我叫许金白。你不认识我？我们好像没见过吧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二凤，二凤，二凤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回家呀。
别吓我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不介绍你和许金白认识。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我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，我想回家待一待，我想找我妈聊一聊。二凤，别这样，阿姨她肯定不想看到这样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妈她怎么了？二凤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二凤，二凤！尹女士，尹女士，我妈，她怎么了？阿姨去年就车祸离世了。阿凤，你怎么？我怎么没回去啊？回去啊！我为什么还在这儿？我为什么还没回去？怎么了？沈佳清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是你认识的尹二凤，这不是我的记忆，这不是我的高中，这不是我的人生。在我的人生里，尹女士她活得好好的，她包容我，她保护我，使我无忧无虑的长大。我想她，我想回家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陷在你的执念里面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么多？你根本就不会懂，突然失去母亲的痛苦。我们的关系真的是我的执念吗？那就从今天起，我们谁也不认识谁。好了，孩子，别哭了。平时关系那么好的两个人，怎么吵得那么凶啊？阿姨，您认识我吗？你们两个一直在我们这里做义工啊，我们可喜欢你们两个了。阿姨，我好像有些事情记不得了，您可以跟我说说我跟他的事情吗？小沈之前跟我说，你们两个的母亲
在同一天在医院离世了。原来沈佳倩的母亲也去世了，你根本就不会懂突然失去母亲的痛苦。我不该对她说那么过分的话，看来刚才是我冲动了，所以我真的是她唯一的、最好的朋友。那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她？而且她在学校里面都是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。他之前说他在学校同学们都不喜欢他，他也不想你也一样被大家讨厌，所以你俩约好的在学校假装互不认识。原来是这样。对不起啊。沈佳琴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真挚的道歉。坚持2分钟就会有眩晕感，看你能坚持多久。你说话了，我就当你原谅我了。没有。沈佳琴，我接下来要说的话，你一定要认真的听。我来自10年以后，我是27岁的尹二凤，但我现在已经改名了，我现在叫尹珊珊。我是一个演员，我是一个明星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哪里出现了什么问题。我回到了10年前，而且这个10年前和我的记忆里面，它完全都不一样。在我的记忆里面，我的母亲她没有死，我也不认识你。但我不是故意不认识你的，只是真的和我的记忆不一样。但是这段时间我跟你相处下来，我跟你做朋友，我感觉还是很开心的。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呀？是挺多的。我需要怎么做，才能让你回到属于你的生活？我早就发现你不是二凤了。自从那天你来找我，在马路上差点被车撞，你跟他的状态完全不一样。但是我很高兴认识你，因为我能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二凤，幸福、开朗、勇敢的二凤，或者叫你尹珊珊。叫姐姐，我可比你大10岁呢。大姐。那你带大姐找到回去的办法，大姐带你找到一往无前的快乐人生，怎么样？好。这块手表，这是我妈留给我的。你不是一直带着它的吗？她走以后，我怕把手表弄坏，就一直放在这儿了。能不能把它给我看看？所以你认为是这块手表让你来到这个时空？我实在找不出有其他的原因了。难不成我们去马路上再被车撞一次？不用这样吧。按我拍戏的经验来讲，一般像过去的短信、照片、磁带、CD 机，都是可以打开时空交错的门。那么最常用的道具就是手表。而且我零零碎碎的记忆当中，怎么记得这块手表它会发光呢？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你别乱调。哟，沈佳清，
你还有女生找呢。坐下。你敢打我！沈安青，硬气了。之前我是在容忍你，我现在不想忍了。怎么？想打架？真幼稚！你要不现在回去乖乖坐着，好好读书，要不我们俩去请家长。反正我很长时间没见老头了。你想见吗？哦。哎，主任来了，主任来了！哎，看看时间干什么呢？快坐下去。主任，我刚才肚子特别疼，学姐要扶我去医务室。这么严重啊？那赶紧去校医室。谢谢主任，快送他去啊！哎，终于找对路了，太爽了！我们是不是到对时间了？所以这么说来的话，我之前以为自己陷入了时间循环，都是你搞的鬼。什么是时间循环？算了，就算是，那也是他干的，跟17岁的你有什么关系？找到命运的分叉点，修正错误，这样我就可以回到我自己的世界，叶儿凤也可以马上回来。没听懂，但是觉得很酷。走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取表。再试一次。嘿，是你小心点儿。出现在眼前，关于巧合的借口，我每天都听见。鲜花绿叶，透明隔绝视线。行不行啊你？这么轻都记不住。我还没准备好。大姐，是我。现在什么时间了？为什么我们还在这儿？考试前1周，我跟二凤要翻墙躲考试。翻墙躲考试？走你！干什么呢？哎呦，快放下来！来不及了，快跑吧！站住！快给我回班上去！快跑！统统给我回去考试！太难了，太难了！我10年没有碰过书，高3的题目我怎么可能会？最离谱的是，李璐她居然还想抄我的，她还问我答案。我跟她说我不会，我不会，她居然选的是全对，全对。啊，老天爷啊！喝个青梅水吧，缓一缓。你说10年之后你不认识我，谁陪在你身边？我身边，我的意思是，有什么朋友吗？哦，林如啊，她是我最好的闺蜜。还有金哥，我和他相伴了10年。其实说起来，他对我还真是挺好的。他当时为了我错过了艺考，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大提琴家。如果说命运的轨迹可以改变人生的话，我最想改变的
就是他可以不要认识我，这样他就不会错过他的梦想了，他就不会留有遗憾了。对他来讲，这个可能不是遗憾，不能在你身边，那才是遗憾。你这小屁孩，还挺会哄人的嘛。我把这个拿过来了，我们再试试。每一次穿越回去，你之前过的日子就要循环的再过一次，回去一次，循环一次，回去一次，循环一次。唉，我没所谓啊，我觉得挺好。哎，高中的生活无限循环，这得有多恐怖啊！一点都不恐怖，有你跟二凤，我觉得真的挺好的。哎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你值得，因为你值得。我是你大姐，我不是你二凤好吗？你觉得值得的人，那是你二凤。不管你是谁，你都会选择救下我。你就是你。情况已经维持这么久了，怎么就是不见好转呢？现在更多的可能是需要病人自身的求生意识。尹珊珊醒了吗？陈志和，你来干什么？确认他死没死啊？兄弟俩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值得你对他这么步步紧逼？你也知道，他时间不多了呀。你老板是没教过你怎么跟我说话吗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他还没死，就永远欠我的。爱说爱叫。老先生，这是我老板母亲生前留给他的遗物，对他来说很重要。您这还能修吗？这可是个老物件啊，损毁的很严重啊。老板出了车祸，还在昏迷中，这表也许能唤醒他。你一定想想办法。这表的结构很奇怪，跟我所见的其他表都不一样。我试着拼一下吧。行，谢谢你啊。那个完美的时间线，它真的存在吗？把那些遗憾都和解，倒转我们的世界。能说出那句没勇气说出来的话，
拥抱后就不再放开它。那束鲜花，枯萎又绽放，你是我唯一的理想。有你我才有未来，有你我才有现在。这份爱兜兜转转，有你我才能心安。有风来自于人海，也有梦总是落在有你我才能有爱。